皇上，对了，我衣服还没晾嘞。哎呦，锅里的水开了！哎呦，这事儿我忙忘记了。哎呦，家里还有事儿，家里还有事儿。大家都这么忙。爹，娘，我今天又给你们长脸了。娘，你快猜，我今天干了件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？天大花，你又干啥了？县令老爷鼓励开荒，给咱们每家每户发了1亩地的指标，这种大好事，村长爷爷居然还往外推，我能眼睁睁看着咱们村吃亏吗？我当场就拍板，给咱们村每家每户要了100亩的指标，保证1年内全干完。当时呀，我还替大家立了军令状呢。什么军令状？要是完不成，就砍了村长爷爷的脑袋呗。我这个老天爷啊！你是真不长眼啊！娘，你真是高兴糊涂了，这种话怎么能乱说？要遭报应的。娘，你到底哪里不舒服？我去叫大夫来瞧瞧。没事，娘这是老毛病，一看见你就心慌。哦，不是，是看不见你，娘就心慌。娘，我就知道这世上你最疼我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天天留在家里陪你。那倒真不用。你去找一个叫李盼儿的女人，她跟京城玉国公府世子傅盛明有情，还给她生了一对龙凤胎。你要帮他们找到傅盛明，再要一个世子妃的名分。没问题，我这人热心肠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不愧是本系统看中的，瑶瑶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！瑶瑶，哎，等一下，彤彤，你好像认错人了。我不是瑶瑶，本姑娘是青苗村田大花啊。瑶瑶是你爹给你取的名字，你本名关雪瑶，是安远侯府的6小姐，也是安远侯唯一的女儿。你从青苗村离开，不就是打算上京认亲的吗？这样啊，那我要去哪里找李盼儿呢？前面不远处有个岔路口，你在路边等一等，会有人来接你。彤彤，你还挺有人脉啊！青苗村外面的都这么厉害的吗？真是见识少了。多谢夫人载我这裙子脏了，进去会污了你的车架，我就坐在外面好了。没事儿，车子脏了擦一擦不就好了？我家姐姐心善，姑娘快进来吧。是啊，进来坐吧。女孩子抛头露面的不好。那我就进来吧。姑娘，你的眼睛好美啊！为啥我看着女子的表情看着瘆人？他们一家多善良啊，一定是我多想了。妹妹，你的眼睛也很漂亮啊，可我觉得还是姑娘的眼睛更漂亮啊。你能把你的眼睛给我吗？开什么玩笑啊，眼睛怎么能随便给人呢？夫人，尸体都处理好了。那就走吧。姑娘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顺路的话，我们可以载你一程。还真有马车啊，童子你办事还挺靠谱的嘛。哇，这女人美的也太霸气了吧！这就是马车呀，我还是头一回坐呢。再美也是个土包子。我要去京城呢，你们方便吗？巧了，我们也要去京城。哎呀，这就是老人家常说的缘分吧。你好，我叫田大花，大嫂子怎么称呼？大嫂子？我家姐姐喜欢人家叫她夫人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在村里看见年轻的妇人就叫大嫂子。
这在我们村是敬称啊。真不好意思，我是头一回出远门，还请见谅啊。夫人，你千万别生我气啊，我知道错了。宝宝不着急，慢慢学。李盼儿毕竟是女主，心胸没那么狭隘，不会往心里去的，你放宽心啊。不打紧的，姑娘，你又不是故意的。来，喝点茶，润润嗓子吧。好，谢谢啊。这家人真不错啊。我就说嘛，能当女主的人品肯定不差。我一定要帮助他们早日和傅世子团圆。好人就得有好报啊！女主宝宝加油！再来一杯。加了药怎么对他没作用？妹妹，你可千万别哭啊！回头到了镇上，我买一壶水还你，行不？行行行。秀儿，秀姨，不是哪个缺心眼的东西往别人马车里扔箭头啊！贱人，你敢害我妹妹！不是，这能怪我吗？谁知道会有人往马车里丢这么危险的东西啊？那你没事帮我妹妹干什么？你不就是把她当成挡箭牌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！我那不是想哄哄她吗？你说这妹子心眼就针尖那么点大，再因为一壶茶不高兴，那不显得我不会做人吗？那个，你别哭啊，情况没那么严重，这点小伤我能治。真的吗？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呢。我可是看过赤脚医生给隔壁吴大爷看病的。不要！这玩意儿怎么还带倒钩呢？这多遭罪啊！这个女人肯定是故意的，寻常女子怎么会迷药不倒？出手还这么快！四海，杀了他！哎呦我去！大嫂子，那箭头带倒钩也不能怪我啊！你说你咋还急眼了呢？好险！要不是我一直盯着他，现在就是个瞎子了。四海，住手！就是，随便拿把剑到处砍的，也太危险了嘛！要是不小心伤到小朋友们怎么办啊？危险，这绝对是赤裸裸的危险！哎，这家人怎么这么爱使小性子，动不动喊杀喊打的？也就是遇到我个脾气好的了。哎呀，你手别抖啊！娘，小姨没事吧？万哥儿，你刚刚为什么？
娘，刚刚太危险了，我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敢看，没有保护好您和小姨，是孩儿错了。王可儿那么小，面对危险本能躲避很正常，刚刚肯定也是无心之失。要怪这个田大花心狠手辣，真该死！乖乖，这还能不能行？都成这样了。检测到任务对象李秀儿濒临死亡，任务即将失败，请宿主迅速开展救治。请注意，任务一旦失败，将影响宿主寿命。寿命？我就跟赤脚衣服学这么一手，我能有啥招啊？再说这箭头还是带倒钩的，这不是加大救治难度吗？哦，合着压根没人往马车里丢箭头，这箭本来就是他们的。哎呦，你说车里还有孩子，净玩这些危险的东西，能不出事吗？现在哭成这个熊样，当初你妹子作妖的时候咋不知道阻止呢？真是活该！宿主宝宝有办法的，当初咱俩绑定的时候，我用一个积分帮你抽了一个幸运大礼包，武力天花板和自我保护器已经用了，还剩下一张体检服卡，这张卡能用10次，检查费用全免，治疗只要199个积分起，非常划算哦。积分是什么？你每完成一个任务，系统都会奖励对应积分，积分可以买东西。那我有吗？系统刚回归，你还没有完成任何任务，初始积分为0。还有当初抽奖那个积分是我借给你的，所以现在账上还欠着一个。哄着你说的头头是道，那我咋没一点印象呢？武力天花板我也不会武功的，自我保护器那又是啥玩意儿？那就治吧。您的积分不够呢。借呗，还能咋的？太多的不成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人命关天，先救人。回头我一定努力做任务，把欠你的都还上。唉，行吧，请宿主确认是否使用体检服卡。呢。服卡使用中，正在扫描李秀儿的身体，请耐心等待。体检结果，患者失血过多，肩、手、足多处被箭矢射伤，右手手筋断裂。处方药1万能止血丹1颗下去，包你枯木回春，售价199点积分。处方药2黑金断续膏，1抹即可断肢重生，售价1999点积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刚不是说治疗只要199吗？怎么又多出1999来？宝宝，我说的是199点起呢。像断肢重生这种神药世所罕见，所以售价偏高。哎呀，买，烦死了！宿主宝宝真是善良啊！确定购买万能止血丹1颗，以及黑金钻续膏1盒，共扣除积分2198点。积分不足，扣除失败。原来你是穷鬼啊！我不是鬼。现在咋办？其实还有一种药，是买万能止血丹送的签头，不要钱，但效果会差一些。那就它吧，快把药给我。别哭了，这点小伤我能治。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希儿都被你害成什么样了，你还不满意吗？你非要他死无全尸才肯罢休吗？等我静静就告诉世子，一定将你碎尸万段，给秀儿报仇。田大花，秀儿啊！大嫂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脾气也太急了点，我这是救他呢，你咋好赖不分呢？你刚给他喂的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别太过分了，
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玉国公府世子的夫人，你敢这么对我们，世子知道了必不会轻饶了你。姐，娘，快看，小姨的伤口愈合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秀儿，你还疼吗？手，我的手！手怎么了？他的手怎么没好？你快给他看看。可能是这伤刚好，得养养吧。回头到了京城，你再给他请个好大夫仔细瞧瞧呗。系统，这就是你说的效果会差一点。这软趴趴的爪子还能拿得住筷子吗？你一分钱一分货嘛，谁让宿主这么穷，账上连一个积分都没有。不过咱们的任务是护送李盼儿母子3人入京和傅盛明相认。李秀儿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能激起傅盛明的怜惜呢，也不全算坏事。这村外头的鬼咋都这么坏啊？我不是鬼，我是系统，是系统。姐，马跑了，车夫死了，接下来我们怎么赶路啊？先收拾东西往前走吧。好在东西都还没丢，等到了下一个镇子，姐再去雇辆马车。你还跟着我们干嘛？夫人，我还得护送你们进京呢。不必，你离我们远点就行。夫人，你这是咋了呀？那咱们不是挺处得来的吗？我也没真生你妹的气。哎呀，你不用愧疚，真的。再说你们这孤儿寡母的，没我护送，路上也不安全。谁跟你处得来啊？你自己说说。从你上马车开始，这都出了多少事？先是我妹妹受伤，接着是马车散架，连我的车夫都被乱箭射死了。你管这叫安全？我求求你离我们远点吧！没你跟着我们才能安全进京。我冤枉呀！我那些事能怪我吗？不是你家妹子乱玩剑吗？今儿要不是我凑巧在车上，这小妮子都没命了。停！总之你别再跟着我们。哎，别呀，再商量商量呗。你看咱们也挺有缘分的。你刚刚说玩的爹是玉国公世子，你们是要进京认亲对吧？这不巧了吗？我也是进京认亲的。你也是去京城认亲吗？是哪户人家啊？安远侯府呀，我亲爹是安远侯。说起来，我也是昨晚才知道的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我爹娘长啥样。安远侯是那个手握15万兵权的朝廷1品君侯啊？是啊，怎么可能是侯爷的女儿啊？姐，我肚子疼，我想出宫，我得看住，可不能让他们给跑了。这姑娘有点虎啊！姐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你是要我和他结交？可咱们是国公府，门庭比侯府还显赫，何必上赶着讨好一个侯爷的女儿？怎么可能？他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巴不得现在就要杀了他。只不过杀了他之前，得先夺走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。秀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姐，既然田豆花从来没有见过安远侯夫妇，那侯府千金的身份为什么不能是你的呢？是啊，是武城的安远侯的女儿，那想要嫁入玉国公府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而且我还会有丰厚的嫁妆和可靠的娘家，就算是国公府也不敢轻慢我。安远侯可是1品君侯呢。我要如何让安远侯相信我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？既然是亲生，想必那田大花长得定然和安远侯夫妇有几分相似。哼，那就让他消失好了。对了，娘，我看你和我爹都是虚的，村头赤脚大夫说了，让你们吃点好的补补。今儿一大早我就上后山采灵芝去了，看多新鲜。娘，你快吃吧。这是灵芝吗？这不是毒蘑菇吗？是灵芝啦，赤脚医生的书上这么画的。娘，你吃一半，剩下的给我爹。这带圈圈的可难找了呢。大花儿，
你有没有想过，那老货的书就是发毛了才长圈呢？你说你别生气啊，可不能惹这死丫头生气，她一生气我的浑身叉一样的疼啊！这真是煞星转世啊！娘，没事儿，不吃就不吃吧，我这就拿出去晒着，改明儿拿到县城里卖了。收药材的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咋了？全村都传遍了，100亩军令状，你知道不？这真是个小煞星。爹，你说啥呢？没啥，爹说梦话了。大白天的说梦话，爹，你都虚成这样了。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让你娘和你们兄妹俩过上好日子，爹就是再打3份工也不嫌累。你要说这个的话，饭做好了，再赶紧吃饭吧。你娘煮的汤最好喝了。我来帮娘盛饭。不用了，我来，让娘动一动吧，不然这把老骨头都要锈了。绝对不能给这煞星趁机下药的机会。他再厉害也是个人，想让一个人活下去很难，但要他死，可就太容易了。他不怕迷药，难道也不怕毒药吗？这世上有毒千百种，我就不信他能百毒不侵。我包袱里还有1滴蛇毒，是从前在苗疆人手里买的，1滴就能毒死1个村的人。本来是想给姐夫那个未婚妻用的，不如先便宜田大花好了。下毒之前，我们先得弄清楚他身上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信物。另外，这个人身上有点古怪，套话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，别惹怒了他。放心吧，姐最拿手的就是套话了。11、12、22。咦，又来了一辆马车！哇！哪个混账东西，青天白日的是要找死吗？几位大哥，对不住啊，没吓着你们吧？大哥，我们要去京城，可是马车坏了，你能不能带我们到前面镇上？不方便，让开。求求你了，只要到镇子上就行。我们3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，实在走得太慢了。再不让开，休怪我等不客气。剑青，让他们坐后面去吧。殿下，无碍。既然我家主子答应了，你们就坐后面那辆车吧。太谢谢了，剑青大哥，你这人可不及你家主子敞亮，看着挺大的个头，做人也忒小气些。你这丫头，劫道拦车在先，死皮赖脸在后，竟还有脸反过来说我？你可知道我家主子是何等尊贵的身份？若因你出了意外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是啥了不起的身份？你说来听听，有我爹爹厉害吗？我爹天下第一。你爹爹谁呀？这么厉害？我爹爹就是手握15万兵权的朝廷1品军侯安远侯，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你瞎说的吧？我田大花，不，温雪瑶从不撒谎，我就是安远侯唯一的女儿。这次上京就是要认祖归宗的。你是关六姑娘，你过来。姑娘，请。达南哥说外面有坏人，喜欢拐骗漂亮小姑娘，他们怎么不来？你别怕。这人比田达南好看100倍。算了，关六姑娘孤身上京多有不便，且现下关侯爷正在西南领兵抵御夷狄，他的女儿何该照拂？若姑娘不嫌弃，就请随姑一道入京吧。剑青，
务必照顾好关六姑娘。是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家中排行老6？你若真是关侯爷的女儿，按着府上序字，自然该称一声关六姑娘。你们认识我爹？关侯爷领兵征战多年，打得夷般节节败退，不敢来犯。凡我大元子民，无有不敬重侯爷者。而且我家主子与剑清，莫要多言，请关六姑娘去休息吧。关六姑娘，这边请。剑清大哥，我还有3个朋友去林子里解手了，能不能等他们一会儿？关六姑娘叫我剑清就好，我们就在这边等一等无妨。他们回来了。夫人，我遇到一个好心人，肯载我们上京了。他竟然认识我爹！不是，你嘴是筛子做的吗？怎么是个人就往外露啊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冒名顶替侯府千金的机会就这么没了！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？先看看这些人是什么来历。若是普通的有钱人，那就……大花妹妹，让你久等了。叫我雪瑶吧，这是我爹娘给取的名字。这是剑清大哥，他夫人。这2个是他的孩子，这位是他妹妹，你可别小看了他们。这可是玉国公府世子傅盛明的孩子，这次也是要回去认祖归宗的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京一趟，捡到的不是侯府女眷，就是国公府外屋？他竟然认识我爹！关雪瑶，你这张狗嘴，不说话会死吗？夫人，我遇到一个好心人，肯载我们上京了。那就有劳了。这马车能坐人吗？为什么不让我们坐到前面去？受人恩惠要说谢谢，不能得寸进尺哦。雪幽妹妹先前的事都有得罪，都怪我妹妹不小心，险些丧了性命。你能不计前嫌的救她，姐姐我感激不尽，实在不该迁怒你的。没事儿，我这人就是热心肠。秀儿，还不快向你小姐姐道谢？小姐姐，是我错了，多谢小姐姐救我性命。放心，姐姐不是小气人，知错能改就好嘛。小姐姐，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啊？好神奇呢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嗨，我哪有那本事，那药是人家给我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梨花酥，妹妹尝尝看。啊，好吃，比我娘做的好吃多了。我娘就蘑菇汤做的还行，其他的，唉，才出来半天，就有点想家了呢。你娘是我养母，对我可好了。今儿个是个好事是呀，心谋下的事儿样样都能成了。小煞星哟，儿媳妇迎进门儿。咋样，成了没？老娘出马，还哪有不成的？我跟媒人一块去的刘老二家，人老子娘说了，压根儿没啥路边的野男人，就是随手救了一人。那村里长舌妇净瞎传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听着那事儿像是有鼻子有眼儿呢？别是刘老二两口子故意瞒着你吧？那不能够。行了，你就别瞎想了。刘家连上门礼都收下了，还能悔婚啊？再说咱儿子的人品相貌，10里8村都是顶尖的，身上还有个秀才功名。他要是连咱儿子都瞧不上，还想进宫当娘家不成？那倒也是。雪幽妹妹，你这次回去认亲，身上可有证明身份的信物吗？京城里人事复杂，姐姐可得提点你呢。也没有具体的信物，不过只要我去了侯府，自然就能证明我的身份，绝不会认错的。
想起来其实伤心，要不是身份肯定没错，我也不用离开青苗村，离开亲爱的爹娘和我最爱的达南哥呀。那可太好了，你看咱们都是去京城认亲的，这是多深的缘分啊！雪阳妹妹，你若是不嫌弃，不如和我义结金兰，结为异姓姐妹，等将来到了京城，也可以多多来往，互相扶持。好啊，我今年17，你呢？我22了。那我该叫你姐姐了。我叫李盼儿，你就叫我李姐姐好了。李姐姐，雪阳妹妹，你还记得自己是几岁走丢的吗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老村长说我是3岁那年，跟爹娘上街看花灯，被人群挤散了，后来被老村长捡到，带回青苗村。老村长死了太多年，具体的谁也不知道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妹妹这些年过得一定很辛苦吧？不会啊，我在村里过得可开心了，大家都很喜欢我。早上离开的时候，村长还不让我和其他人道别呢，说是怕大家哭。青苗村的人怕是都病得不轻吧？小姐姐不必伤心，以后到了京城，有我们陪着你呢。是啊，雪瑶，你回了侯府，可要常来看望我们才好。你们放心，我到了京城也没有朋友，你们就是我最好的姐妹。妹妹可知道这车架主人是谁？如何称呼？我没问呢。殿下，你说她真是安远侯府的六姑娘吗？容貌相似其母。是的。安远侯手握重兵，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。殿下护送他的女儿进京，侯爷必然十分感激。姑被发配江宁府多年，一朝上京便救了安远侯之女，你觉得父皇会怎么想？这同样是皇子，您还是中宫嫡出，圣上未免也太偏心了。殿下要不要趁此机会拉拢关六姑娘？如何拉拢？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六姑娘当年若是没有走丢，如今都该是您的太子妃了。这样的话，以后休要再提。当年不过是母后随口一提，婚事并未定下。如今姑的处境很艰难，就连此次得以入京，也是满朝文武以礼法相逼，才让父皇不得不松口。姑若是跟关六姑娘走得太近，只怕父皇忌惮更甚。安远侯府不行，那玉国公府呢？玉国公那个老狐狸，从前还是中立的，近1年却已经隐隐有了倒向二皇子之势。如今傅盛明的外事竟然落在了咱们手上，殿下可要送国公府一份大礼。外事和私生子说到底只是私德有亏，遇事弹劾，父皇也最多训斥几句。不过姑若是没记错，傅盛明似乎已经有了未婚妻。不错，定的是吏部尚书陈太傅的嫡长女。陈太傅为人清正，朝野之中都有贤名。若是他的女儿受此大辱，相信朝中同僚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殿下所言甚是。关六姑娘身上的衣服太素了，给她准备2身合适。侯府人多势杂，侯爷与世子又不在府中，省得那些眼皮子浅的看清了她。是。
真的太享受了！刚才那丫头真懂我，我想要的都给我送来了。关六姑娘，您在吗？你是谁啊？关六姑娘，你在吗？你是谁啊？属下刀墨，是奉我家主子的命令来给关六姑娘送衣裳的。我有衣裳。我家主子与侯爷相识，您当年走丢的时候，侯爷夫人还有您的2位哥哥都极为悲痛，知道您要回去认亲，便想叫您穿得舒服些，也好让侯府那些关心六姑娘的人能够安心一些。你主子真是个好人。姐，都问清楚了，他们用的衣服是江宁府的，无名无姓，多半是从江宁府官员手里得来。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朝廷大臣呢？原来只是官员的亲眷。瞧他们那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马车里坐的是当朝太子呢。等我们弄清楚了关续辽的秘密，一块儿毒死。这世界上就再也没人知道身世的真相了。那关雪妮看起来不像表面上那么单纯，她若打定主意不说，只怕我们问不出来。最多7日，她要是还不肯交出性命，我们就直接杀了她。反正只要人一死，真相如何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。好，他让妹妹受了这么多苦，在他死之前，我要是不回敬一二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今晚我就先给他试一试巴豆，看看这味药对他有没有效。秀儿，务必把分量放得足足的。放心吧，姐。几位客官，该下楼用饭了。进来，我有事交代你去做。做好了，这10两银子就是你的。小姐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把这包药下在汤里，然后把汤端给那个和我们一起来的女人。不行，这种事我不做。你要是不做，我就立刻杀了你。小姐姐，拜托你了，你可千万别搞砸了。大丫，楼上那么多客人等着伺候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叫你去请人下楼吃饭，你都叫了没有？都叫了。那就快去外面伺候着。汤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了也一块送过去。我这就去。关六姑娘，你有事吗？咦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关六姑娘下回再敲门，若是嘴里能不发出声音，在下自然就猜不到了。那我下回注意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我能不能进来？关六姑娘有何事？我想当面谢谢你，你送我的衣服我很喜欢。举手之劳，衣服是刀墨选的，关六姑娘喜欢就好。时间不早了，姑娘快去用膳吧。那你呢？在下不喜人多。你是挺内向的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不过你总得告诉我你的名字吧。萧野。萧野你好，我是关雪瑶。我知道。雪姐姐，快来这边坐。东坡肉、酱猪蹄、小白菜、萝卜丝、大馒头，哇，还有我最爱的蘑菇汤。这驿站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姐姐快吃吧。
呆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给我学姐姐盛汤！咦，这小妮子不开心啊？刚给我送焦汤和泡脚水，还挺开心的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是不是累了？快回去休息吧，我们自己来就好，不用你帮忙。不用，我没事。怎么会没事？你好像在发抖哎。学姐姐，这丫头是驿站的杂工，你不让她伺候，不是害她丢饭碗吗？她活干得不好才会丢饭碗，我不要她帮忙，又不是因为她干不好，怎么会丢饭碗？雪阳妹妹，这丫头谋生计也不容易，不如让她盛碗汤给你，你喝了就放她回去休息，回头一琛追问起来，我们也好替她说话。你自己觉得呢？达南哥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你怎么下这还能难得住我？我好不容易扒拉出来的万年大灵芝，爹娘还抠抠搜搜舍不得吃，我只能偷偷给他们下锅里了。前几天那2颗毒果子，差点没把2个老的直接送走，今天又来灵芝，我信你个鬼！这老2口能活到现在，纯属命大。达南哥，今儿去县城，我在大马路上瞅见那大红花轿了。金榜题名之前，我绝不考虑这些事儿。可我已经不小了。大花，你今年才17，大元朝的律法写的明明白白，姑娘家通常要到20才嫁人，你还小呢。可我是你的童养媳啊，我们早该成亲，我也好早点给田家开枝散叶。一想到后半辈子要跟这个女人绑在一起，我真有一种死了算球的冲动。这女人如狼似虎，感觉快哄不住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哪天她非得对我用强不可。小姐请。这汤里放了足够的巴豆粉，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？这女人究竟是什么做的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没胃口了，喝着汤又想起我娘了。你这就没胃口！你们都看我干嘛？多喝汤啊，一人一碗，谁都不许客气啊，不然我可要生气了啊！雪养妹妹，我们家没有喝汤的习惯，你喜欢就多喝些，我们吃菜就好。哎，那怎么行？饭前1碗汤，胃肠不受伤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。你们可别不把身体当回事，现在不注重保养，等将来出了毛病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快点的，趁热喝。哎呀，怎么倒了呢？都怪我，太不孝！不许糟蹋粮食，再倒我可就生气了啊！我就不喝，我姐都不逼我，你凭什么逼我？不是，这不是你姐教我管的吗？白天在马车里，你们自己求我，都忘了。你们不想喝也可以，但接下来3天，你们一口饭、一口水都不会有。为什么？我这是为你们好呀！大人挑食，这俩孩子就会有样学样。我们既然是姐妹，那就是孩子们姨母，我们得给孩子们做榜样。这不是喝得很好吗？非得让我盯着你们。好了，吃饭吃饭。这个贱丫头根本没有往汤里下药。
我吃饱了，姐姐，那我就先去休息休息喽。贱人，你敢耍我！大丫，怎么了？你这里的下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一点都不懂事，这要是在国公府，立刻要被拉出去打死。国公府，他们不是江宁府官员的亲眷吗？小姐见谅，民女胆子小，真的不敢做那样的事。看来你是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。好，很好。奕成，有何吩咐？去找人牙子来，把这个丫头卖到最下等的勾栏院里去。小姐，大丫只是在驿站帮佣，并非贱籍。你是蠢货吗？卖个贱米这样的小事，难道还要本小姐亲自教你？还是你想和我玉国公府作对？小姐，按大元律例，掠人卖人，杖100，流3000里。下官虽只是不入流的微末小官，不敢知法犯法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想为他求情是不是？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在这儿跪上1个时辰，我便饶了你。你敢多说1个字，等我回到京城，必叫我姐夫给你好看。大人，我跪就是了。咦，你们这都干啥呢？他回来干嘛？大妹子，你这又是干啥呢？你别哭，起来！秀妹妹，你说这是咋回事？这丫头毛手毛脚的，砸坏了一整套茶具。秀儿正在调教她呢。雪瑶妹妹也别害怕，调教下人这种事，在咱们高门大户里是必学的功课。你在乡下长大，不知道也正常。不过既然要回京，这些事儿都得一一学起来，省得回去被人嘲笑。是啊，雪姐姐，高门大户要学的东西可多了去了。我和姐姐从小就跟外面请来的嬷嬷学规矩，你要是想学，我也可以教你。坏东西，你说姐该怎么罚你才好呢？雪瑶妹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把秀儿放下！李姐姐，人小丫头咋的你们了？打破的悲剧也不是你们的，你们搁这喊打喊杀的合适吗？对不住啊，大妹子，你可以起来了，这地儿我们要用。李姐姐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是秀儿姐姐，那我能害她吗？你就把妹妹交给我，我铁定给你教好了。秀儿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，饶了她这一回吧，至少别用碎瓷片呀。姑娘，你快起来吧。刚才是我妹妹做的不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帮我跟雪瑶妹妹求个情吧，好不好？哪有绳子？殿下，关六姑娘把同行的一个女子吊在树上了。怎么惹到她的？属下听说是李秀给了她一包药粉，想让她下在六姑娘的汤里。那丫头胆小未从，故而被李秀儿责难。
接下来一路的饮食都需要格外注意，莫让那俩女人钻了空子。属下明白。此事是否要告知关六姑娘？明日让她坐我的马车吧。是。李姐姐，开开门啊！萱儿妹妹怎么样了？半天过去，是她知道错了吗？我忍不下去了，今天我就要杀了她，要杀便一个不留。知道错了，妹妹罚得对，姐姐甚是感激。都是自家姐妹，你整这么客气干啥？姐姐已经吩咐议程，准备好酒好菜。咱们这一回上京，给别人也添了不少麻烦。不如我们一块儿上楼，请他们下来一同用膳，也算是咱们的一片心意。姐姐，你办事敞亮，走，咱们这就去。这一路有劳你们照顾，今日妾身备了2桌薄酒，侍卫大哥们一定要来啊！多谢夫人款待，一定赴宴。殿下，你说这李盼儿打的什么主意？宴无好宴。这傅盛明的外室心眼子倒还挺多，也不知道2个人是怎么好上的，竟还在外边生下俩孩子。这女人若真进了国公府，那老东西怕是要抽坏了。叫底下人都警醒这些。是。不会有这么好看的人！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？完了，舍不得动手了怎么办？这桌子下了药的菜就这么吸引你？昨晚是谁说要当面致谢的？真是个小姑娘心气。今夜请诸位前来用膳，除了感谢公子和雪养妹妹外，也是想和大丫姑娘道个歉。昨日是小妹无状，令姑娘受罪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大丫，怎么了？不敢，夫人言重了。请大家动筷吧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谁干的？哎，你咋了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不对劲儿，很不对劲儿。宿主宝宝，你非常不对劲儿啊！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他大概是真疼了，毕竟都没力气客套了。吃饭的时候整这一出，不是耽误吃饭吗？雪养妹妹，这蹄膀好像都凉了，叫人拿去后厨热一热再吃吧。一桌人回头就他一个人吃，毒发太明显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吃。谁啊？我吃口肉就这么难吗？进里面。关六姑娘，劳烦你替我照料我家主子。还不舒服是吧？放心放心，交给我照顾吧。
雨好像停了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没事，你顾着自己。有人把你托付给我了，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咦，有点凉呢，不烫就好了。青苗村的人经常脑袋凉，闭上眼睛睡一觉，起来就没事了。你以前住的地方叫青苗村，看它蔚然尘世的干净，那桃源村一定是个世外桃源。是啊，头疼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我经常看人头疼，你别怕啊。宿主，你真不太对劲啊！别吵，我忙着呢。外面是山匪吗？他们想抢你的钱财？是的。以前就听达南哥说，这外头有些地方山匪出没，可凶悍了。不仅会杀人劫财，还会把漂亮小娘子抢回山上当压寨夫人呢，可怕得很。达南哥是谁啊？是我未婚夫，他可厉害了，是个秀才呢。他是你未婚夫，那我是什么？一个破秀才，有什么厉害的？我还是太子呢！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不太舒服。那快把眼睛闭上，睡一觉就好了。闭不上。小姐，那位夫人和公子小姐都不见了。这么乱的时候还到处乱跑，这不是添乱的吗？那个，我娘还在后厨，我想过去看看她。小姐，你自己保重啊。哎！他们进来了！殿下，今晚只怕是一场恶战，就在后面。等会儿属下护着您先走。到底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这里应该就她一个不知道怕的吧？殿下，给她一匹马，让她跟着。是。关六姑娘，今夜杀手来袭，等会儿属下护着你和殿下冲出去，你自己骑马跟着我们，可行？可我不会骑马。我是想说，外面天很黑，又刚下过雨，我们跑出去的话，很可能会迷路摔跤的。从前在村里，李二狗半夜出门钻寡妇被窝，回去的时候腿软，在山坡下滑了一跤，就摔死了。那天也是刚下过雨。关六姑娘，将来我家殿下若到了绝境，还求您看在属下这条贱命上，为我家殿下援手。剑青，你走吧。殿下，您在说什么？你家中还有个不满1岁的女儿，此次回去，应该会喊爹了。殿下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宿主，你怎么了？宿主，检测到宿主性起伏巨大，能量失控中，危险！瑶瑶，慢点跑，要骑在这脖子上，别搞高了。爹，这些山匪太可恶了！吵死了！安静啦，这才乖嘛。宿主陷入昏迷，立即开启保护。已自动开启，立刻
宿主能量失控原因。方才的事，一个字都不准对外泄露。是。殿下，关六小姐没事吧？不知道。你带着人把驿站搜一遍，看看有无其他活口。还有那姐妹两人，若他们看到了关六的能力，立刻杀了。是。关六小姐咋这么厉害？我之前还多有得罪，真是要谢谢她不曾计较，要不然自己就变成开刨的西瓜了。原来我方才头疼，竟是因为打落了她说那双假蹄粥的筷子。属下等人已经排查过驿站内外，未发现有其他黑衣人的踪影。驿站东角老树底下有2具爆头尸体，应该是当时被关六姑娘一起所杀的。李氏4人已被带回，先关在柴房。我今年都58了啊，这么大岁数一老头被人推出去立军令状，口口声声要砍我的头啊！那煞兄还是人吗？对，不是人。每家每户100亩，老黄牛成精也开不出来呀！对，成精也累死了，他这是要我老头子死无全尸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自从那丫头来了，我是一天好日子没过呀！我被她逼着打3份工，还说我要是挣不到钱，就不配当个男人。那是恨不得我累死在猪圈里才好啊！他这话也没毛病吧？你这婆娘，刀子不落在你身上不觉得疼是吧？你倒是享福了，合着就累我一个呗？啥叫我享福啊？我天天在家被他盯着，头发都白了不老少。今儿的灵芝汤就属我喝的最多。你还好意思提那汤？要不是你不留神，我能被你连累着一块遭罪。村长，你听听，我嗓子都唱哑了。就你哑了，我没哑呀。村长爷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事情还没到这一步呢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大难啊！给村长爷爷留个全尸吧！爹娘，快别吵了，村长爷爷想不开了。一筹死在了刺客刀下，后厨一个老妪是被毒死的，正是那烧火丫头的母亲。据那丫头所说，是李盼儿给他娘喝的水，开了后门放刺客进来，咱们的人死了一个，剩下的倒伤得不重。李氏伙同他人刺杀太子，押送回京，交由大理寺处理。是殿下，李氏着实狠毒。属下等人将饭菜倒在驿站后门，一只猫才吃了一口，便立时七窍流血而亡。这毒药若是用在咱们身上，只怕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这药王谷果然如传言中一般可怕。药王谷，下去准备吧，等关六醒了，我们立刻启程。是。这是哪里啊？我的提宝呢？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难道我睡错屋了？昨夜你忽然晕了过去，大牙守了你一夜，现在去给他母亲准备后事了。你感觉如何？可有哪里不适？大牙的娘死了吗？怎么死的？李盼儿把下了毒的茶水端给他娘，毒死的。不可能啊！李姐姐为啥要这么做啊？为了把刺客放进来。若不是他打开后门，昨夜我们可以撑得更久。刺客不是山匪吗？对了，那些山匪怎么样了？被剑青赶跑了吗？我只记得你打掉了我的筷子，皮崩滚到了地上，我还一口都没吃呢。然后山匪杀进来，剑青哭着喊着要带你走。后来呢？就记得这一口了。后来他们就死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很好。对了，回京以后找个大夫瞧瞧，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老忘事算怎么回事呢？不打紧的，我从前也总这样。达南哥说了，能被忘记的事，说明是对我不好的或者不重要。
那我记不记得都不要紧啦。唉，大丫的娘被杀了，大丫该有多伤心啊！李姐姐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是啊，杀人偿命。他和他妹妹怕是没有以后了。哎，你别呀！你要为他们求情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能不能先把他送回京城，等他把孩子交到傅盛明手里后，再送官呢？完了，这任务怕是要砸在我手里了，我还欠系统积分呢。你倒是大义灭亲啊！应该的，达南哥说过。你知道我的身份吗？你的身份？孤是当朝太子。昨夜那些人也不是山匪，而是刺客，他们要杀我。你是太子？天老爷，凭啥呀？那他的身份岂不是比我还要厉害？不是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又不是皇子，你激动我干什么？你是太子，那怎么还会有人要杀你？你爹不是皇帝吗？正因为孤是太子，才有无数的人要杀我。孤乃先皇后所出，父皇不喜欢我母后，也不喜欢我，将我发配江宁府多年。哼，这趟回京，有无数人巴望着孤去死。那你好惨啊！你爹不喜欢你，是他不会当爹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那个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认识我爹的吧？你知不知道我爹人咋样？他喜欢我吗？我这次回去，不会也跟你一样被人嫌弃吧？这没看出来你挺会扎心的。关侯爷舐犊情深，疼爱女儿，京城皆知。不过侯府鼠辈众多，关侯爷和世子，也就是你大哥，他们都不在府里。你一个人回去，只怕有人要仗着辈分欺负你。我不怕，没有人能欺负我的。既然你没事了，那我们待会儿就启程。速度！你知不知道自己昨晚都干了些什么？你杀人啦！彤彤，你可别乱说啊！我可从来没干过坏事，更别说杀人了。我没开玩笑，从检查结果来看，你的历史能量波动有很大的问题。尤其是刚到青苗村那年，杀过很多人。不可能，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。普通孩子当然没这个本事。你有一张武力天花板的卡，是从末世位面的精神力异能兑换而来。你不懂克制，胡乱使用，留下数十脑损伤后遗症。你跟萧恒说你健忘，其实是过度使用精神异能造成的伤害。那我脑海中关于爹爹的回忆是真的，看来爹爹是真的爱我。我这次回家，爹娘一定很开心。小姐，我妈死了，这个世上再没有疼我护我的人了，求你带我一起回去吧。你想跟着我，你娘没了，你还有其他的亲人呀，干嘛要背井离乡？我离开青苗村，我爹娘、村长还有达南哥舍不得我，都背着我哭呢。小姐是个好人，我不想我哥把我卖给官府。大丫愿意一辈子给小姐当牛做马。快起来，你娘没了，以后我护着你，也算是给那个不成器的姐姐赎罪了。别怕，以后有我呢。小姐，我不喜欢大丫这个名字，求小姐帮我取个新名字。我以前叫田大花，你比我小，不如就叫你小花吧。小花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谢谢小姐。你喜欢就好。走，我们上车吧。
故意开门的，我是太害怕了呀。我们2个女人还带着2个孩子，那么多刺客，我真的不敢留下来呀。姐姐，你糊涂呀！你想跑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可你不该毒死小花的娘，她是无辜的呀。你说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这不是给孩子做了坏榜样吗？关六姑娘，殿下说你们若是不想坐这辆车，就到前面和殿下一起吧。不用啦，不过小花看见李姐姐他们肯定不高兴。这样吧，把他们扔到后面的马车上去，那就看不见啦。不要，我们不要到外面去。小姐在为我出头，以后我小花就是拼了性命也要保护好小姐。雪莹妹妹，我和姐姐真的知道错了。牢狱那种地方，我们还带着孩子受不住的。俩孩子已经病了，你也算是他们姨母，你怎么忍心啊？病在他们身，痛在我心啊！你放心，我已经问过萧炎，他会派人通知姐夫的。孩子毕竟是姐夫亲生的，他不会不管不顾的。你们在里面好好改造，我有空去看你啊。姑已经提前派人传信给你二哥，想必他已从国子监回家等着你了。为了你好，姑就不亲自送你回去了。谢谢你，以后我还能去找你吗？最好不要吧，那会给姑添麻烦的。为啥？你忘了，姑说过父皇不喜欢我。姑这个储君的位子不知道还能坐多久，若是你常来寻姑，只怕有人要以为安远侯府与太子结党疑私，这对我们都不好。那你还真是挺惨的。算了，你好好保重，回头有机会我再悄悄去看你，我们可以暗中来往嘛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关六，若是遇到为难之处，你可以来东宫寻姑。嗯。那我走啦。放心吧，在我家里没有人能为难我。那会给你惹麻烦的，我可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。真是个小姑娘。也是，那是她的家，谁能欺负她？我还不如担心自己。殿下，为何不直接告诉他侯夫人已故的消息？那你怎么不说呢？属下看关六姑娘成日那么开心，我说出来她会哭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不来？太子殿下也是，为何不叫咱们去城门口接六妹妹，偏偏要在家里干等？竟敢非议太子殿下，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！再叫我听见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休怪我替你大哥请了家法。杜之说错了话，二叔教训的是。杜哥涉及皇家，总要小心些。你二叔也是怕你惹祸。杜之明白，二婶安心。老爷，你一接到太子殿下送来的书信，就特意从衙门告假回来，不就是为了瑶瑶吗？怎么又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？这还用问？父亲定然是生三房那边的气呢。好不容易有了六妹妹的消息，他们倒好，没一个露面的。哼，可见不是一个祖母生的，算不得一家人。住口！这话也是你能乱说的？白儿，
他们不来也好，六妹妹刚回家，只怕心思敏感脆弱，他们口无遮拦，叫她听了心里难受。是了，瑶瑶从小流落在外，定然吃足了苦头。你们都是哥哥姐姐，妹妹回家了，理当疼她护她，但也要教她道理，莫教那些没眼力见的人欺负了去。是。二老爷、二太太、少爷回来了，人回来了。有钱，有钱！我家原来这么有钱啊！香，太香了。瑶瑶，哎呀，我去！六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不苦不苦，那日子好着呢。那是啥？你说我谁啊？我是你二哥，你小时候最喜欢我了。二哥！瑶瑶，我是你二叔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你最喜欢在二叔书房撕纸玩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二叔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是我娘吗？好孩子，外面冷，咱们去屋里说话。好呀。这衣裳料子一般，胜在暖和。是你养父母替你准备的吗？是萧炎给的。他说我得穿好些，省得我爹娘见了心疼的苦。二叔，我娘呢？那个送你回来的人呢？快请进来，我要亲自谢谢他。啊，见青青大人将六姑娘送到后便走了，说是不想惹人注目。我娘呢？她今日出门了吗？六妹妹，娘已经没了。没了，没了。宿主宝宝，你没事吧？彤彤，你那么厉害，我娘咋死的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剧情里面你娘思女成疾，很早就走了。宿主宝宝，你家！六妹妹，别哭，大伯母不在了，你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也是你的家人，一样疼你护你，永远都会站在你身后的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三姐姐，比你大2岁，这是你四哥哥。我和你四哥哥可是龙凤胎，你看我们长得像不像？像的。青苗村没有龙凤胎，不过隔壁小河村有。你从前生活在青苗村吗？是谁收养了你？他们对你好不好？哟，贾嬷嬷来了，可是老太太那头有什么吩咐？老太太在御寿堂那边等着呢。六姑娘既然回来了，就请过去给老太太磕个头，也认一认自家兄弟姐妹，免得回头出去连自家人都认不得。去告诉那老货，六姑娘赶路辛苦，歇一歇自然会过去。老太太慈爱，就请她多等一会儿吧。哎，老太太是祖母吗？是，不过她不是你亲生的祖母，是你祖父后头续弦娶进来的。哦，田房啊，既然嫁进来当田房的，肯定也有几分辛苦。她辈分高，我给她磕头也是应该的。我这就去吧，免得她想我。想你？这孩子怕不是少了个心眼子。那就去吧，咱们大家一块儿过去。
我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把戏。哼，他在家又如何？难道我不是他的母亲？他要敢为一个丫头片子对我不敬，我立刻一封奏书告到圣上面前，看他这个户部侍郎还要不要做。祖母莫生气，二伯再大的官，在您面前也只是一个小辈，他怎么敢和您叫板呢？还是我的薇姐儿明事理，容貌又生得这样好，满京城也找不出几个比你更标着的。哪像外面那些野丫头，都不知道在哪个脏的臭的水沟里长大，还以为到了侯府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殊不知啊，有些人的命天生就是贱。野丫头就是野丫头，一辈子都别想生翻身。微微能有今日，都是祖母的功劳呢。好孩子，只有你才是安远侯府的千金小姐，谁也别想来抢你的风头。你生得这样好，祖母定要给你寻一门显赫的亲事，叫府里这些丫头一个都越不过你去。母亲，六丫头回来了。是吗？哪个是啊？快过来给祖母瞧瞧。多慈祥的老太太啊！祖母，孙女来迟了。你就是六丫头，别不是搞错了吧？可有证明身份的信物？六丫头这张脸就是铁证。老二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这天底下长得相像的人多了去了，要是随便哪个长得和王氏差不多的，就跑来侯府说是侯府六姑娘，那咱们家岂不是要乱套了？那母亲倒是找几个跟大嫂长差不多的，哼，出来我瞧瞧。我也是为了侯府血脉着想。总之，没有信物，不能开祠堂。二叔、二婶，你们别担心，我虽然没有信物，但是有一个胎记。你们问问我爹，没准儿他还记得呢。我理解村长的心情，有那个煞星在，指不定哪天就轮到我们了。是啊，我也感觉这几年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。这3天2头的加餐，身体能好就有鬼了。想当年，咱们青苗村是何等的风光，兄弟姐妹们做着买卖，连官府的人都要怕我们3分。谁能想到，竟然会毁在一个女娃娃手里？村长爷爷，田大花她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咱青苗村以前是个人贩子村，村里的女人有几个不是从外面拐来的？据说生意都做到了京城。直到有一天，当时的老村长，也就是我爹，带回来一个3岁、长得像小仙童一样的女娃娃，就是田大花。收了这样一个好苗子，我爹一开始高兴得很，但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。从他来了之后，村里伤害过女人的男子离奇死去，大家觉得跟这个煞星有关，所以活着的人就想弄死他。但是不论什么方法，他都好好的，而加害他的人无一例外都会一直做噩梦。更离奇的是，青苗村的祖坟烧起来了，大火烧山，足足3日，
把整座山都烧秃了。幸好第3天夜里终于下了一场暴雨，这才没把青苗村一块带走。从那以后，村里人再也不敢对他做什么了，只想着把人送走就行。可谁想，田大花醒来以后，竟然把以前的事儿全忘了，还哭哭啼啼，死活赖着不肯走。村长叔没办法，召集大家伙抓阄，谁家抓到了就把他带回去养着。谁有我倒霉啊？村里人乱嚼舌根，说田大花是我的童养媳。问题是田大花她信了。南哥，救命啊！是有的，是有的。六妹妹右臀上有一个桃花形状的胎记。二婶，这事儿你也知道是不是？确实如此。当年大嫂生了六丫头，我曾亲眼见过那胎记。话又说回来，母亲，胎记的事您是知道的吧？祖母，孙女儿的胎记想第一个给您看。老婆子年纪大了，受不得累。贾嬷嬷，你带这位姑娘去屏风后头看看吧。是，老夫人。六妹妹，别怕，我陪着你。请。姑娘身上确有胎记，和二少爷说的一样。老太太这回没话说了。老二，你这是怪我了。儿子不敢。我也是为了侯府的血脉着想啊。好孩子，快到祖母这里来。祖母，好孩子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这些年可苦了你了，以后有祖母在，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祖母，您对我真好，真的。以前我看人家都有祖母，就我没有，我可太羡慕了。现在我终于有祖母了，我一定要好好孝顺您。好孩子，祖母一见你就喜欢。以后你每天早上来祖母这里用膳吧，祖母喜欢看见你。母亲，纽油刚回府，只怕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，且让她好好适应一段时日，再慢慢学些规矩，再去给您请安也不迟。正是没学过规矩，才要常来我跟前走动呢。正好我闲着也是闲着，让她在边上学着怎么侍奉长辈，以后嫁人了也不至于被婆家说嘴呀。家里请着女先生，瑶瑶回来了，自然也要同姐妹们一道去学堂。让她天天在您跟前待着，只怕耽搁了学业。开春后大哥回来了，也不好向他交代啊。那就让他隔一日来一趟，这也不耽误学业。母亲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咱们家女孩不多，瑶瑶又是刚回来的，何该在一起多玩一玩？反正他们也不考状元，像从前那般勤勉实在太过辛苦。儿媳今日就去告诉女师傅，让她把课程减一减。临出来的时间，姐妹们都到益寿堂里来陪伴老太太。3个女孩子年纪也差不太多，您可不能厚此薄彼，只教瑶瑶一个啊！不行，祖母。哎呀，既然学了，哪能随随便便就不去呢？左右我这里也不差人伺候。就让六丫头微坐后，跟着姐姐们一块儿去学堂，请安也比着他们一样吧。都听母亲的。祖母，您放心，孙女有空就会来看您的。我这个人最是孝顺，以后您就知道了。这梧桐院是大嫂活着的时候住的地方，空着10多年。
我已提前叫人收拾出来，你看看合不合心意。六妹妹，院里的下人都是母亲精心挑选的。邓嬷嬷和几个丫头是伯母生前的陪嫁。六小姐好。瑶瑶，这位就是邓嬷嬷。邓嬷嬷好。六姑娘回来了，奴婢给六姑娘磕头。哎，你赶紧起来，你年纪比我大，不用给我磕头。六姑娘是主子，奴婢给主子磕头是应该的。这是姑娘自己带来的丫鬟。她娘死了，没地方可去，我就把她带回来了。啊，这里外啊，是奴婢亲自带人打扫的。姑娘，你来看看，可有哪里不满意的？夫人娘家是琅琊王氏，夫人到死都坚信小姐还活着，给小姐留的嫁妆则由我来保管，这就是我能守护小姐的底气。有丫头回来，你不高兴了？哼，我才是安远侯府最出色的姑娘，她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看二叔二婶把她宝贝的，凭什么？就凭她是你大伯亲生的女儿，凭她母亲是琅琊王氏出来的，丢了的东西就该烂死在外面。真以为回来就是千金小姐了？哼，有祖母在，有她好受的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生气？是担心和沈云的婚事有变？毕竟她才是安远侯的女儿嘛，我只是侄女。嬷嬷，这个点除了上朝的老爷，哪个主子不会起得这么早？益寿堂内外一向起得晚，这个点去，他能高兴吗？姑娘一片孝心，至真至纯，有什么不行的？祖母，孙女儿来给您请安啦！六姑娘这么早过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来给祖母请安呀。哎，你六姑娘孝心有加，一大早就过来给老太太请安，还不快去她把底下人都叫起来？姑娘来得早，还没用膳呢。六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祖母想我，想每天早上睡醒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我。我怎么能让她失望嘛？所以我起床就来了。我祖母呢？还在屋里吗？六小姐，老太太还没起呢，您不能进去。啥？我祖母还没起？她那么大岁数，咋还那么多觉？那我叫醒她。嘘，你们都先别出声，我要给祖母一个惊喜。别出声，惊喜？等等，不要啊！鬼啊！别怕，这里没有鬼，只有你最疼爱的孙女瑶瑶哦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祖母！来人，把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给我绑了，关进柴房里，等天一亮立刻送官。谁啊？谁啊？谁敢谋害祖母？太可恶了！祖母，那人在哪里？是刺杀还是毒杀？老太太息怒，我们姑娘卯时就起了，一直惦记着给您请安，巴巴的过来，说是想念祖母，想让您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她。那她也不该悄没声的站在床前。六姑娘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天真烂漫，她的心是好的。满京城哪家姑娘能这么巴巴惦记着祖母，天不亮就来请安？老太太不心疼姑娘也就罢了，怎的反过来委屈我家姑娘呢？天真烂漫，我看是一肚子坏水。确实，她既没动手也没下药，我若是真罚了她，传出去只能落个刻薄不辞的名声。这么说来，
倒是我误会了六姑娘了。老太太，早膳好了。谁让你们准备早膳的？守门的婆子说六姑娘来了，还没用膳。你不用自责，我确实没吃早饭呢，这会儿上来正好啊。祖母，快来吃饭吧，孙女儿陪您一块儿用膳，你肯定能开心的多吃一大碗。不了，我再躺会儿。你也请过安了，回你自己的院子里去吧。哎呀，祖母，您这个年纪不能睡太久了，以后每天早上我都会过来请安的，顺便敦促您早起。来，吃饭。你明天不准来了。祖母，我快吃，再不吃就被他们抢来了。哎呀，搞错了，我还以为是在村里谁家吃席呢。祖母，那你慢点吃，多吃点。哼，不吃饭不是跟我自己过不去，吃完了赶紧让他滚。这些全都要吃完。祖母，吃吧，吃完就好。老太太，您脾胃弱，早膳少用些吧。你控制一下情绪，精神力又在乱跑了。我忍不住啊！谁叫他们不靠谱？啥都依着祖母，那是害了他。我能不伤心吗？我可是祖母最孝顺的孙女儿呢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就说嘛，有我陪着祖母，保管你能多吃一碗饭。好啦，今儿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还得去写墨亭上课呢。祖母，你起来走一走，消消食，不许赖皮躺回床上去啊！被我发现有惩罚哦。明儿早上孙女再来请安。快叫大夫！老太太放心，只是有些脾胃不和，小人开一剂汤药，您按着方子喝上2日，也就没事了。我刚刚头疼的厉害，心跳快的几乎要晕死过去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许是冬日天冷，您今儿起得早，不小心吹了风，身子有些不大适应。只是如此。这2日老太太的饮食须得多加注意，少吃腥冷，忌过饱，还望嬷嬷多费心。不，奴婢记住了，有劳大夫。今儿看门的婆子罚1个月钱，再有下次，打了板子赶出益寿堂。是老太太，明儿早上不准放他进来，真是个煞星，晦气。老太太放心，今儿是被六姑娘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往后定然不会让她踏进益寿堂半步。药熬好了叫我，我再歇会儿。叫人看着门，别让那煞星杀个回马枪。老太太放心。你是吴姐姐吧？吴姐姐好。嘿，吴姐姐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叫吴姐姐呢。东苗村有年纪大的人耳背，就得这么喊呢。你这般粗俗鲁莽，哪里有千金小姐的样子？吴妹妹慎言，友友是我侯府嫡出的六姑娘，安远侯之女，自然也是侯府最尊贵的姑娘。我先去了梧桐院寻你，
想同你一块儿过来，谁知你已去了老太太那里请安，真是个懂事的妹妹。我卯时就起了，在乡下都这个时辰起的呢。三姐姐，今儿一早我去给祖母请安，祖母可高兴了，还留我吃饭了呢。我跟她说好了，明儿一早还去。祖母一向起得晚，你这个点过去，岂不是扰了祖母好眠？为了彰显自己，不顾老太太的身体，岂是小辈所为？五妹妹，你自己起不来请安，便也不让六妹妹去，是何居心？老太太从前起得晚，保不齐是易寿堂太冷清，如今有六妹妹承欢膝下，自然是多早都起得来的。怎么感觉三小姐比邓嬷嬷还能扯呀？还有，长幼有序，谁准你坐在中间了？起来，坐到边上去。难道人人称赞的安远侯府三姑娘，竟然要为了一张桌案与妹妹争抢吗？五妹妹在说什么？论长，我是三姑娘；论幼，瑶瑶是六姑娘。无论怎么算，这张桌案都不该是你的。我做主，让给妹妹。你起来吧。文先生教学甚是严苛，你上课要好好听，切莫走神。我坐在你边上，若是先生提问，我会想办法提醒你的。谢谢三姐姐。你就是六姑娘。文先生好，我是关雪瑶。六姑娘坐吧。今日我们讲《诗经》，在这之前，我先考考六姑娘，看你基础如何。文先生不用考了，我没读过书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哼，没底子也不打紧，从现在开始学，一样不晚。六姑娘就从认字开始吧。你看这雪字的上半部分像不像满天飞舞的雪花？下半部分的横山要稳，拖住整个字的重心。文先生，对不起啊，以前家里只能供台南哥一个人读书，没想到写字这么难，你别生我气啊！文先生，六妹妹从小流落在外，且没被什么好人家收养，过的也是苦日子。她如今刚开始进学，难免有不周全之处，还望先生宽容。三姑娘爱护幼妹，不失长姐风范。三姐姐，我养父母是很好的人家，他们都对我很好的。是姐姐说错话了，对不住。在关雪瑶眼里，家再穷也温馨，回忆起来也没有任何苦难，甚至容不得旁人说半句不好。这样的人怎么不叫人动容呢？到了，姑娘抓紧时间呐，莫要多逗留。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还提他干嘛？生怕官府不知道你贼心不死啊！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田大华送走。大南啊，你刚才说有个主意，什么意思？啥主意？村长爷爷，你忘了他的身世吗？没忘。可当年我们没把人送回去，不就是怕他的老子报复吗？这么一个傻星，再加那样的爹，青苗村不得被他们给扬了。那可未必，当年拐走他的是前任村长，人也早死了。再说咱们好歹养大了他，没让他吃苦受罪的。可不是嘛，这些年把他养大，我们可遭了不少罪。照我说，他爹应该好好感谢我们才是。告诉他吧，我再不想再打3份工了，我怕我活不过40啊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大南，你这就去把他叫来，
咱们今晚就摊牌。不，我不走，青苗村就是我的家，我不要离开你们。花儿啊，你可是千金大小姐，怎么能留在这穷乡僻壤呢？是啊，大花，你想想你爹你娘，可你们也是我爹娘啊！我要是走了，你们得多想我啊！不会的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到了，姑娘抓紧时间呢，莫要多逗留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您客气了。李姐姐、秀儿姐姐、汪哥，我来看你们了。雪阳妹妹，好妹妹，你终于来了！这里好可怕，快救我出去啊！李姐姐，你说说你这是何苦啊？好好的干啥要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呢？这不是害苦了自己，害苦了我外甥和外甥女吗？我看着你们这样，真是心痛啊！雪阳妹妹，我知错了，求求你救我们出去吧。那不行。那你巴巴的赶过来干嘛？看我们笑话吗？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成好姐妹了？对不起，李姐姐，我不能背叛小花。你为了一个烧火丫头就要放弃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吗？你忘记我们对天帝发过的誓言了吗？李姐姐，你怪我吧，可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杀人偿命。一个人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，你是一个母亲，要努力成为2个孩子的榜样啊！姐，我好饿，我想我爹娘了。饿了，我带吃的了。嬷嬷，快把东西拿出来。怎么都是馒头？嘿嘿，馒头顶饱，细白面做的呢，可好吃了呢。带这种东西过来，是想打发叫花吗？你快叫他们把我放了，否则等我姐夫知道，饶不了你们这些贱人！妹妹现在是侯府千金了，自然看不上我这个身陷牢狱的姐姐。今儿还劳烦妹妹走这一趟，真是辛苦了。既然妹妹不肯帮忙，那就请回吧。我们姐俩和孩子们以后会如何，就不劳妹妹操心了。娘，我要爹爹，我要爹爹。行，那我就帮你们吧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。今日国公爷在朝上，为何一力反对刑部插手此案，却主张锦衣卫从旁协查？这帮刺客竟敢在太子回京途中刺杀，行事太过猖狂。锦衣卫直接听命于圣上，由他们从旁协助，乃是陛下看重太子。姑也这么觉得。再说，锦衣卫最拿手的就是拷问犯人。这次殿下带回来的那4个活口，身上定然有幕后凶手的线索。只要严询逼问，何愁撬不开他们的嘴？可那毕竟只是妇孺之辈。殿下莫要妇人之仁，那3人竟敢在殿下的饭菜中下毒，企图毒杀在先，见计划不成，又将刺客引入驿站在后，实在罪大恶极。说起那3人，倒是有桩趣事和国公爷分享。哦，殿下请讲。那妇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玉国公府傅世子的人，还说那对龙凤胎是傅世子的孩子。虽然孤瞧着那2个孩子眉眼间有些眼熟，可那样的恶毒之人，怎么可能会是国公府的人？国公爷无碍吧？这石砖怎么翘了一个角？工人也不来修修，真是懒怠。这么大的皇宫，工人总有疏忽之处。先别管这个了。殿下，您刚才所说的可是真的？那逆贼当真说过攀附国公府的话？国公爷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
年纪大了，有些受凉，多谢殿下关心。老臣先走一步。那国公爷慢走。殿下，可要往陈尚书府上递个消息？不急，先让傅世子好好享受家人团聚。公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灵儿呢？他来见我。今儿一早，有人往门房递了张字条，世子爷一看，急匆匆的就出门了。可知道字条上写的什么？是何人送来的？送字条的是个小乞儿，年纪小，也说不清。世子爷看了那字条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忙叫人备了马就出门了。字条呢？在世子爷手里。嬷嬷，你确定字条已经送到国公府了吗？姑娘放心，这皇城的乞儿他也利索着呢。可我们有马车呀，为什么不亲自去送呢？姑娘，这李氏是因何罪名入狱的呀？杀人啊！大理寺的人说李氏涉嫌刺杀储君。储君就是太子啊！哦，萧衍。知道他回宫以后，他爹对他好不好？会不会是大理寺弄错了呀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咱们安远侯府手握重兵，最好不要同这样的人扯上关系。姑娘顾念旧情，过来探望一番是可以的，但要是亲自往国公府送信，只怕到时候出事儿会牵连到侯府的。反正先送到了就行。可傅盛明动作也太慢了吧，这么久还没来。姑娘来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是傅盛明吗？姑娘，还请自重。姐夫，你真是姐夫啊！你是陈家姑娘？我是安远侯府的姑娘。姐夫，你来晚了啊。你既不是陈家人，就不要乱攀亲戚，这里没有你姐夫。你不是玉国公府的傅盛明吗？在下是。那就是了呀，我是你媳妇儿一结金兰的姐妹呀。你刚说我来晚了是什么意思？可是盼儿出了什么事？他杀人了！世子，盼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爹爹，你是爹爹吗？我们终于有爹爹了！有人嘲笑我们是没爹的孩子了。盼儿，他们是……世子，对不起，当年离开你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我舍不得打掉，就一个人把他们生了下来。盼儿，你竟然为我生了一对龙凤胎！盼儿，世子，我如今已是戴罪之人，你还是别靠太近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不想杀人的，可那一晚太危险了。我要是不下手，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死在驿站。世子爷，你把2个孩子带走吧，有你在他们身边，我就再没有好担心的了。锦绣、旺格尔，跟你们爹爹回去以后，要听话懂事，孝敬嫡母，听见了没有？娘，我不走，我要和娘在一起。我不要喊别的女人娘，我只有你一个娘。爹爹，你走吧，我们要留下来陪着娘。你们别怕，爹爹是不会不管你们娘的。大理寺的人说你们涉嫌刺杀太子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有安远侯府的小姐又是怎么回事？世子，我实在是身不由己，一切都是被逼无奈。嬷嬷，姐夫为何说我是陈家的姑娘？六姑娘，你可知道傅世子是有未婚妻的？啥？那李姐姐不就是他小老婆了？不好！系统，我李姐姐成小老婆了？小老婆能做世子妃吗？当然不能了。哈尔身负大器，怎么可能给人做小？放心吧，只要一切顺利，傅盛明肯定会和未婚妻退婚的。哈尔才是他的真命天女，他们是天生一对。你说的没错，
李姐姐和姐夫真是天生一对，一个宠孩子没边还杀人，一个不幸出墙乱生孩子，这简直是道德败坏嘛！他俩要是真成亲了，那个未婚妻怎么办啊？她以后还嫁不嫁人啊？多可怜啊，多可怜！我怎么有种猪猪为虐的感觉？六姑娘，您说什么猪？没事没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老实人，干坏事你找别人吧，你这忙我帮不了。姑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首先，那叫助纣为虐；其次，绑定后无法解约啊。咱俩要不一块儿通关，要不一块儿死翘翘。复读宝宝别多想了。原剧情里，傅盛明的未婚妻不是什么好人，经常欺负李盼儿和龙凤胎，最后被退婚也是他活该。可你说的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儿，他不是还没欺负上吗？你咋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呢？万一他是个好人呢？我要是眼睁睁看着他被退婚，那我不成帮凶了吗？姑娘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背诗呢。剧情里就是这么写的，你按剧情走就行了，别想那么多。那是你的剧情，又不是我的。我一个青苗村长大的老实人，你让我去害人家姑娘，我干不出来。谁让你去害她了？你只要保证李盼儿顺利成为世子妃就行了，别的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。那要是那个陈姑娘找上门来，我不管。你管得了吗？你连自己都管不好。你就听我的，别多管闲事，好好完成任务，咱俩都省心。姑娘，到府了。姑娘回来了。小花，你以后可千万别在马车里放机关，也别随便给人下毒，听见没？姑娘这是在说什么？六姑娘这一趟出去，怕不是中了什么邪。姐夫真能说服他爹救咱们吗？一定会的，他没有其他选择。姐，你手里是不是有姐夫的把柄？不错，除非他这辈子都不打算传宗接代，否则他必须要救我们。你说的可是真话？爹，这种事我怎么有脸对人说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若非我身体有疾，又怎会将陈府的婚约一拖再拖？儿子是怕成亲后被陈荣发现真相，届时整个国公府都跟着丢人。16岁那年，娘给我安排了一个通房，那时儿子才发现不对劲。那之后，儿子暗地里找过许多女人，可全都不行。儿子心情烦闷，便和同窗一起去苏州游学，偶然遇到了李盼儿。儿子就发现自己不一样了。世间都说我儿洁身自好，没想到竟是个不能人道。看来这个李盼儿不能死。爹，求求您救救儿子吧，儿子不想成为一个笑话。嬷嬷，你今日怎么起得这般早？知道姑娘起得早，奴婢也得向姑娘看齐呢。嬷嬷这么想就对啦，早睡早起，身子才舒坦嘛。祖母这会儿也该起了吧？今儿早上会吃什么呢？姑娘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老太太见您这么孝顺，一定很高兴。祖母真是的，怎么跟老小孩似的，还说不听呢？年纪大了不是睡不着吗？睡懒觉可怎么像话？里面有人吗？快开门呀！我来给祖母请安了。昨儿被你连累罚了月钱，今儿要是再让你进来，老婆子我给你倒立磕头。许是婆子睡得太熟，听不见。姑娘要回去吗？啊。
年纪大了是这样的。那我进去叫他吧。青儿，上。找到你了，婆子。婆子，发什么呆呢？快去开门呀！六小姐回吧，老太太病了，说不想见你。你胡说！哎呦，祖母最疼我了，怎么可能不想见我？老人家得病，看见孙女一准就好了。祖母，起床了！我知道你已经醒了。祖母不乖哦，居然装病赖床呢！快起来吧，太阳照屁股喽！畜生，你这个小畜生！来人呐，把这个畜生给我绑起来，关进柴房里！嬷嬷，怎么办？快去通知二老爷！想通风报信，没门儿！老太太在气头上，若是六姑娘因此受了伤，你这老货担待得起吗？还不快滚开！呸！六姑娘顽劣不堪，气病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要教训她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你少吓唬我！祖母乖，这就对了嘛。孙女帮您把衣服穿上。宝，你刚刚有点吓人了，下次稍微克制点行吗？差一点就能吃席了。祖母不乖嘛，放心，没有下次了。我可是蝉联5届青苗村温柔女孩的人，区叛逆老人，我有的是耐心和手段。刚才老太太为什么突然要让我们停手？关学耀闯入异寿堂，折磨的老太太吗？那是异寿堂所有人。老太太，天色还早，把六姑娘绑了，您还能再躺会儿。躺什么躺？我这个年纪睡得着吗？再说六丫头一片孝心，她来给我请安，我要还继续躺着，那像话吗？大华，你爹是朝廷的一品安远侯，之前怕弄错了，所以一直瞒着你。现在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你就是安远侯的嫡女。你要是继续留在这里，回头再让你爹知道，我怕他误会啊。到时候再拿我们几个出气，你忍心吗？我答应回去认亲就是了。哎呀，大花儿啊，一想到你要走，娘这心里跟刀割一样啊！可咱们不能耽误了你的富贵前程，用不着记挂我们。娘，大花儿听话，明天就走。好的，娘。爹娘，你们保重身体，天冷了记得添衣裳。哎，你快走吧，用不着记挂我们。村长爷爷，那100亩地你可得放在心上，那是立了军令状的。达南哥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发达了就变心的女人。等我认祖归宗了，我就让我爹娘来提亲，咱俩还是一对。不是大花啊，我只是个乡下穷小子，我配不上你啊。等你回到京城，那些世家贵公子才是你选择的对象，你还是忘了我吧。可我忘不了，达南哥，我心里只有你啊！这辈子我非你不嫁。就这么说定了，你等我回来，到时候咱们接上爹娘，一块儿到京城过好日子。大黄，到时候你也跟着我们去京城。
这丫头有点扎手，你去打听一下京城哪里有厉害的道士，请进府里来，我要做一场法事。老太太，您该不会是怀疑这野丫头也不知从乡下学了什么邪门歪道，竟敢在侯府兴风作浪？真以为我拿她没办法了？等请了高人入府，非打出她原形，拆了她骨头不可。到时候我看老大老二的脸往哪儿搁。老太太，那明儿一早咱们还堵门吗？堵？怎么堵？那煞星手段了得呀，凭咱们几个只怕是斗不过他，在找到合适的人之前，只能暂且忍他3分了。老太太，您真是受苦了啊！奴婢哪里见过您吃这么多呀？今日只怕也早不了，你就不要等我了。都快年底了，怎么还这么忙？这些日子为着太子遇刺一案，内阁里都快吵翻天了。刑部虽不插手此案，但有些卷宗调狱必得我这边经手才行。老太太不知道怎么了，忽然说身体不适，要请人进府里来做法术。我总觉得这事儿透着古怪。哼，他又想做什么妖？我怀疑是冲妞妞来的。瑶瑶怎么他了？你不是说这孩子每天早上都去给于氏请安吗？哪家孙女儿能天天对一个田房祖母这次用心？怎么了？瑶瑶这孩子吧，是去给老太太请安没错，可那头好像并不怎么高兴。他凭什么不高兴啊？听说这些日子他每日一早卯时出发去益寿堂叫门，盯着老太太用够了早膳才肯走，还非说老太太生病是装的，益寿堂的药味就没散过。可我就是想不通，你说哪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？益寿堂那么多婆子丫鬟，老太太要是不乐意，玉能勉强得了她吗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他故意把自己吃病了，好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牛油头上。不愧是刑部侍郎啊，一眼就看透了问题所在。二太太，贾嬷嬷领了道士金符，这会儿已经去益寿堂了。六姑娘呢？听说已经跑着去益寿堂了。这傻孩子哟，人家要害你，你倒还上赶着跑去！快走，快走！二婶，你也来看下油锅吗？母亲，怎么了这是？老二媳妇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是五台山的武夷道长，道行高深。前几日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身子不适吗？这武道长看了，说是侯府有邪祟作乱，这会儿正要除魔降妖呢。母亲可别被人骗了，年关将近，京里来了不少骗子，舍些钱财事小，闹得家宅不宁事大呀。不是，你别这么看我啊！你家老太太要对付自家姑娘，我只是拿钱办事儿。你祖母从哪儿找的这么一个人，这么年轻，靠谱吗？啊，娘，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清。五姑娘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六姑娘，每回见着我们家姑娘，都要趴在姑娘耳朵边上大吼一声，把姑娘喊得都快耳背了。不是，你们姑娘不会躲呀？那也得躲得开呀。六姑娘就是属猴的，上蹿下跳，忽然就从背后窜出来。哎，姑娘是防不胜防。她这么欺负薇姐儿，老太太就没管管？老太太自己且顾不过来呢。听说六姑娘天天早上去爬益寿堂的墙头，我们姑娘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呀？
老二媳妇儿，武道长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急什么？是啊，贫道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侯府煞气冲天，有妖物出没，若是放任不管，只怕府上会有血光之灾，到时就连侯府的主人也难逃一劫。放肆！竟敢诅咒侯爷，我看你是在找死！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、咒骂朝廷一品君侯的狂妄之徒给我拖下去打！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侯府兴风作乱、胡言乱语。是。不是，我还没开始作乱呢，你说你着什么急呀？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卫士，武道长是我请来的人，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吗？母亲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大哥领兵在外，凶险万分，这小道士敢在这个时候跑到府里来胡言乱语，难道不该打吗？保不齐是谁看不惯安远侯府，故意跑来触霉头，儿媳怎能轻饶了他？我看你才是故意的！武道长指的人又不是老大，你这么急慌慌的做什么？是啊，贫道说的不是侯爷，是老太太，是老太太啊！原来你是要诅咒老太太，我身为儿媳，一样不能轻饶了你！我用不着你，听见了没有？还不快点住手！再不住手，把你们几个全都赶出府去！老太太这身子真像是不好了，怎么看着快不行的样子？可别就这么死了呀！她两眼一闭，倒连累我家老爷丁忧，连2个哥儿都不能下场科考了。太妖怪，哪里逃？啊！妖怪，我呢？是你奶给的太多了，对不住了，关六姑娘。哎呀，六妹妹居然是妖怪，这也太可怕了，祖母！妖怪是不是得用火烧啊？竟然会是小六，难怪呀！这些日子他来给我请安，我的身子却越来越差了。武道长，这可是我侯府嫡出的姑娘，虽然从小在乡野长大，可也是我侯血脉呀。会不会是搞错了？不会，贫道修行20载，这点本事还是有的。他说是就是了，那我还说他是王八精呢，专拍人马屁。二婶，就算你偏心六妹妹，也不能拿祖母的身子开玩笑吧？祖母都这个年纪了，若是不小心出个好歹，可怎么办啊？衙门给人定罪还要证据呢，五妹妹又着什么急？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人是你特意找来的，就为了诬陷六妹妹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姐姐不过是胡乱猜测。妹妹这么着急做什么？三姑娘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是三婶儿，不过看起来五妹妹的耳朵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你也不用担心了。我真的来不及呀！本想趁机假装耳背，给关雪瑶抹黑，没想到被关雪潭拆穿了。这群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！哎呀，不管了，为了那巨额欠债，必须得拿点真本事出来给他们瞧瞧。二太太不信贫道，那贫道就给你露一手吧。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伸手下油锅。
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这妖道不知使了什么手段，竟然真能做到伸手下油锅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神了，这是仙道啊！难道这六姑娘真的是妖巫？都胡说什么？我家姑娘才不是妖物呢！大家可都看见了，武道上说的都是真的，柳丫头真是妖怪！来人呐，快把她拿下！老太太，想要除魔应该请武道长出手啊！啊？怎么是我呀？不是说好我只负责正视关血咬是妖吗？怎么又突然加活呢？武道长，还请你出手降妖，我侯府必有重谢。老太太入戏也太深了，我只会骗人，不会真打呀，这不是要我命吗？你现在怎么办？立刻去外院调人手过来，今儿在场的下人一个不落，全给我绑了。是。哎，既如此，关六姑娘得罪了。等！关六姑娘，饶命饶命饶命啊！这姑娘的眼睛太干净太漂亮了，可惜劲儿也太大了。完了！他来真的，这锅油真要人命啊！那个，你能再表演一次吗？我还没看够。是这样的，以前我看人表演的时候都只下一次油锅，可这个节目太难遇上了。既然你会，那能不能让我一次看个够啊？是啊，道长，来都来了，您就再下一次呗。我们姑娘很好哄的，您就当哄孩子了。士可杀不可辱，在下乃是方外之人，不是被你们耍的猴。既然府上不信我，那在下也不想多费口舌，这就告辞了。别呀，你就表演一个呗。不可能！你下不下油锅？不下。哦，那我就自己动手了。怎么？不要！不要！救命啊！下呀，快下呀！我要看下油锅。武道长这是怎么了？他不是会吗？这哭什么呀？笨呐，肯定是使了什么障眼法骗人呗。现在被六姑娘拆穿，吓哭了呗。这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到安远侯府来行骗。六姑娘可是侯爷的亲生女儿啊！是啊，幸好六姑娘聪慧，否则咱们真要信了这江湖骗子的话。瑶瑶真的是聪慧吗？我怎么瞧着她是真想再看一次呢？你劲儿还挺大，咋比刘老二家的猪还难按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脱衣服呢？老太太，这银子烫手，我不要了。您家这位关六姑娘面相贵不可言，好生待之，可保侯府百年荣华。贫道言尽于此，我债主还在外面等着我呢，我先走一步了，不必联络了。高人会飞啊，太厉害了吧！老二媳妇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掀了我这益寿堂吗？儿媳不敢，他们都是来抓那骗子的，可惜让人给跑了。
那就让他们出去。还嫌我这老婆子的院子不够热闹吗？母亲，这是什么话？这道士不是您亲自找来的吗？若非娘咬聪慧，今日怕是要酿成大误会了。母亲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年纪大了，是有些糊涂了。老二媳妇儿，这侯府我是住不下去了，明日我就搬去温泉庄子上，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天。母亲，这眼看都要过年了，您这个时候走，一来一回岂不是麻烦？您身子不适，是我这个儿媳服侍不周，待会儿我便让人拿了名帖，请了太医给你好生瞧瞧。您可一定要留在侯府里好好养病才是。夫君今早还说半个月后要在府里举办赏梅宴呢，您可是最喜欢热闹的。赏梅宴？是啊，夫君说了，要在赏梅宴上正式介绍瑶瑶的身份呢。您作为祖母，可千万不能缺席呀。祖母，你别走，你要是走了，孙女就跟你一块儿去。这煞星要是跟着去，我还有命活吗？我不去了。多谢祖母，我就知道祖母最疼我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今儿的事让你受惊了，你不会怪祖母吧？当然不会啦。我觉得武道长挺厉害的，下次见了他，我再请他回来下油锅。祖母，这下怎么办啊？急什么？贵氏不是说府里要办赏梅宴吗？您是想……倒是收不了又如何？我倒要看看，等关雪瑶不孝的名声传遍京城，她还嫁不嫁得出去？你也舍不得我吗？达南哥，我认了亲，就回来与你成亲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分开了。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大花儿，你是如此的优秀，达南怎么配得上你呀？你可千万别糟践自己，你要是非嫁他不可，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娘，你这是干啥呀？难道是我变成了大小姐，我娘就自卑了？早知如此，我应该和达南哥早点成亲。爹娘，村长爷爷，你们保重。大家，这是为你高兴。走了？真走了？走了，他终于走了！老天保佑啊！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用吃毒蘑菇了。我们青苗村的好日子终于又要回来了。娘，趁他不在，你赶紧去找媒婆相看起来。我要尽快成亲，免得他哪天不甘心，再杀回青苗村强迫我。我可怜的儿啊，你都21岁了，被那个煞星耽误了这么多年，总算能娶媳妇儿了。你放心，娘待会儿就去找媒婆，一定给你相看一个好姑娘。
我看小河村刘老二家的小闺女就不错，打小就是个福星，出门不是捡到野鸡野兔，就是遇到贵人。咱们儿子一表人才，不如去他家说说。你说的是刘家那小闺女？村长也知道。那丫头有福气，附近几个村的人都知道。不过她前几天在外面捡了个男人，看那意思，是有点意思。系统回归中，数据正在加载，加载成功。宿主宝宝，我回来啦！鬼啊！冷静冷静，我不是鬼，我是你的亲亲系统啊！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骗人！我从来没跟鬼一起玩过。你咋一点都不记事呢？你3岁那年被人贩子拐走，是我绑定了你，还给了你一身的能力，让你平平安安长到17岁。要不然你一个女孩怎么在那吃人的魔窟长大呢？啥魔窟啊？青苗村那是我的家，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啊！要不然就算你只是个什么桶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唉，检测到宿主已经离开青苗村，立即进入主线剧情。主线任务1，她是松江渡口不起眼的渔家女，却意外与南下游学的玉国公世子相遇。从此以后，她